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猪废皮。大家是否有发现，今年2024牛市似乎和以往不大相同？以太坊诞生10年来，从金融荒野到主流机构认可，但未来重点应转向应用层面，需更多优质应用巩固基础设施，非单纯炒作。距离以太坊诞生已经过去了10年，从金融市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次波澜壮阔的阶层跨越。毕竟，以太坊已经从荒野走向了华尔街主流机构认可的ETF 赛道上，但这就是以太坊的终局或 crypto 资产的归属吗？事实可能并非如此。在前不久结束的 ETHCC 活动上 ，Blockworks 成员 Meeple 在 podcast 节目中采访了以太坊创办人 Vitalik Buterin， 其中 Vitalik 表示，未来的重点将逐渐从 Layer 1问题转向更接近应用层的问题。他还认为，最终决定 crypto 资产成功与否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，而不是持续不断的炒作。正如他的讽刺表述，如果 crypto 资产产业被记住为一群逐渐减少的理想主义者不断喊叫，或者是一群人互相交易数位猴子和名人照片，那将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。或许一部分 Web3 从业者已经觉醒，这个产业需要的不再仅仅只是一个供大家无厘头炒作的标的，还需要更广泛的应用进入大众视野。这也是为什么像 Ton 这样的生态会突然成为各种机构和投资人关注的焦点，因为其背后正是数十亿使用者可用的 Web3 产品。尽管也很早期，但已经具备了雏形。尽管市场上还充斥着各种 Layer 2的叙事，但在经历各种鬼城和高市值后，不管机构还是普通参与者都不再确信这故事能成功。毕竟，当 Layer 1都绰绰有余时，谁还会在意 Layer 2？从上半年疯狂涌现的以太币 Layer 2，到现在突然雨后春笋般的比特币 Layer 2，同样的故事还在上演。但这些 Layer 2的背后，却是生态发展的屡屡受阻，以及只有撸空头的爆发式使用者，随后便陷入停滞。当现在去思考高市值、低流通项目不被接受的原因，除了资金遗弃，更重要的是人们找不到持有的理由。毕竟没有实际价值的项目，为什么需有这么高估值？除了资本追捧，似乎也找不到解释的理由。这点我们从当年爆火的跑鞋和阿谢身上也可以找到参照。当使用者大量流失后，死循环便开启了。当然，上一轮的新公链也是这样的结局。而这些所有故事的背后，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地方：光有基础设施还不够，还需要大量优质应用的使用者来巩固 Layer 1及 Layer 2的发展。这也是为什么 Vitalik 会如此赤裸裸地讽刺 NFT 的原因。人们总说这一轮还算牛市的牛市，基本面分析不再可靠。但到目前为止，除了 ETF， 其实产业还没有迎来什么基本面的真正变化。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跑赢了大多数涨幅。既然没有基本面变化，何来基本面的效用分析？因此，如果上述结论成立，那么目前我们在产业中要找寻的基本面，应该是带来更多流动资金的赛道，或者是带来更多使用者的趣味产品。也许这才是本轮牛市的真正飞轮。但目前为止，这样的产品或赛道少之又少，要么还在萌芽期，更多的还是来剥削流动性的各种鬼城项目。如此哪来爆发性牛市？正如基本面分析大师格雷厄姆所说，长期来看市场是称重器，短期来看则是投票机。如果 Web3 产业还要再上一个台阶，仅仅是金融层面的工具，还不足以撬动10兆美金的市值。毕竟每股15兆美金的7朵金花，可不是靠撸空头来获取使用者和获得市场地位的。除非这个产业仅仅只需要比特币作为数位黄金，但至少 Vitalik 是不甘心的。从证明它到见证它，我们还需要下一个5年甚至10年。另外，我们来看看之前的名人币现状如何了。名人币因名人效应受到追捧，但大多数名人币项目最终价格归零或大幅下跌。名人币现象引发广泛争议。作为加密货币一大特色赛道，名人币因其背后名人的流量与超高关注度而受到市场追捧。但如同曾经的名人发 NFT 热潮一样，名人币项目鲜有善终者。大部分名人币最终都以 rug pull 或价格归零收场。在 Pump、Fund 等一键发币平台出现后，这一现象更是愈演愈烈。近日，加密 KOL Slorg 对众多名人币项目进行了盘点，多个项目市值相较高点已跌去至少近80%，最惨的项目甚至跌幅高达99.98%。从上个月到现在，大约有30位名人在 Solana 上发布了相关代币。现在这些代币的情况如上，这些名人如 Andrew Tate、Soulja Boy 等体育界、音乐界、影视界及其他娱乐相关产业的知名人士发布了数十个代币。
甚至以太坊联合创办人 Vitalik 对此也发表了评论。他表示：“我对这一轮名人实验感到相当不满意。如果金融化是为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，如医疗保健、开源软体艺术等，我可以尊重这一点。但金融化作为最终产品，最后配上了恶心的表情符号，名人币现状。”从市场狂热期进入情绪冷静期，名人币相关贴文内容一度占据 X 平台的主要时间线与搜寻趋势栏。那时候，很多人谈论的话题焦点都是不同名人及他们发行的不同代币。回过头来看，现在结果如何？首先，每个名人币的价格都从历史最高点有不同程度的下跌。代币价格平均下降了94%，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惊讶的夸张数据。很多人想过名人币会下跌，但如此惨烈的下跌幅度，相信还是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。即使表现相对较好的名人币价格也下跌了超过70%。至于这些名人币造成的损失，更是令人震惊。最惨的名人币项目，价格跌幅超99%，在数十个名人币项目当中，大约一半的代币价格下跌了超过99%，另外7个项目下跌了超过90%。请注意，这些代币的生命周期只有1个月，甚至不到。此外，这些名人币的市值表现也很不理想。30个代币项目中，有22个代币的市值不到100万美元，这是一个名人币项目的一大分水岭。通常代币市值超100万美元，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关注。剩下8个市值超100万美元的项目如上：川普相关概念名人币 DJT 7740万美元市值，排名第一。该项目最初声称与川普儿子有关，但后续被发现是医药界毒瘤 Martin Shkreli 的手笔。据 Dex Screener 网站数据，目前 DJT 的市值约为7730万美元，代币价格为 0.007732美元，相较高点价格已下跌近6倍。大部分代币价格已接近归零，但其背书名人仍对此直言不讳地提起，如 Waka Flocka 的代币 Flocka 已经从历史高点下跌了99.7%，市值不到40万美元。据 Dex Screener 网站数据显示，该代币目前市值仅剩32.5万美元，代币价格已跌至0.0003259美元。然而，他在 X 平台上仍然还在谈论这个代币，并在他的个人简介中提到它及其合约地址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？会觉得这是一个骗局吗？当骗局成为常态，那就成了悲剧。大多数代币经历了初始上涨后就没了动静，只有少数几个项目仍在努力，尝试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。目前我们也无法预测这些代币在1年后的表现和对应情况。虽然 K 线图看起来很残酷，情况也极为悲观，但对很多代币来说，走势都是如此，出到极巅峰，随后一路下跌，直至价格归零。Web3 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产业，即使是真诚的尝试，也未必能获得成功，但这并不能成为假意拉盘并快速出货等行为的借口。总结，今年2024年的加密货币牛市显得异常奇怪，基本面分析似乎失效，原因在于市场基本面分析未能反映出真正的价值变化。在当前的比特币牛市中，虽然价格上涨，但这一过程并未伴随显著的基本面改变。主要的盲点包括：除了实际应用不足，在 Layer 1已经成熟的情况下， Layer 2的炒作未能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，反映出市场对这些解决方案的信心逐渐减弱。总的来说， Web3 市场仍需寻找更具实际价值的应用来驱动长期增长。市场需有能够支持长期增长的实际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，这才是目前牛市中的首要关键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，喜欢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吧，谢谢大家。